有一種水果睇嚟飽滿又多汁，佢嘅顏色咧金黃金黃咁，淨係睇個樣咧，以為咬一啖就會爆汁，結果你一啖咬落去咧，佢完全好似食乾雞蛋黃咁。另外咧，佢嘅名咧都好老實喎，佢叫蛋黃果。咁大家好，我係謝生，呢一期嘅影片咧，我哋嚟講講蛋黃果。蛋黃果咧都叫做雞蛋果，或叫仙桃，或者獅頭果，或者係桃欖。佢係三欖科桃欖屬嘅一種多年生嘅長綠橋本。咁講到呢度咧，我就提醒大家一句，我哋平時食嘅百香果，佢都有蛋黃果嘅呢個別稱嘅，所以去買嘅時候咧，最好先問清楚老細啊，呢個係蛋黃果啊，定係呢個百香果？如果唔係咧，你就可能攞錯咗啦。因為呢兩種水果咧係完全唔同嘅兩種體驗。咁百香果咧就酸酸甜甜咁，多汁到被稱為果汁之王。咁蛋黃果咧就係完全另外一種風格啦，佢就係軟糯嘅口感，入口咧好似食咁帶甜味嘅蛋黃咁。咁如果我哋平時中意食蛋黃咁種香香粉粉嘅口感咧，咁蛋黃果咧係絕對值得一試嘅。但係等佢熟透咗之後咧，佢個果皮咧會變成黃色。咁薄薄一層咧，仲幾光滑㗎。切開之後咧，後邊嘅果肉咧都係橙黃色，幾富含澱粉啦。食起嚟咧係綿密香甜㗎，好似天然嘅甜蛋黃咁。蛋黃果咧之所以有呢個特別口感咧，就係因為佢嘅水分少、澱粉多。咁佢嘅含水量咧，大約係只係得64%咧，從雞蛋黃嘅52%咧係比較接近㗎。咁澱粉含量都幾高，大多數係5%到9%之間。咁有啲品種咧，甚至可以達到咧呢個19%㗎。就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咧，所以咧食落去咧，佢嘅口感粉粉咁，食多幾啖咧，仲有口乾嘅感覺。不過咧，呢種粉感嘅水果咧，嘅營養唔輸蝕嘅喎。咁佢嘅維生素 C 含量咧，一啲都唔比呢個橙差嘅。咁唔同品種之間，其實佢嘅波動都幾大嘅。咁大約係每100克16到69毫克之間，咁最高咧甚至可以達到橙嘅1.5倍，再加上豐富嘅膳食纖維咧，尤其係果肉中心部位嘅特別細膩嘅，咁靠近果皮部位咧就帶啲纖維感。咁有研究出過咧，蛋黃果嘅膳食纖維含量係比香蕉仲高嘅，係補充膳食纖維唔錯嘅一個選擇。另外咧，再講講佢嘅抗氧化能力啦。喺一項對比8種熱帶水果嘅研究當中咧，包括人參果啊、蓮霧啊、山竹啊、榴蓮啊、蛋黃果啊、百香果同埋番荔枝同埋菠蘿蜜。咁蛋黃果嘅抗氧化活性咧係排到第一位㗎。咁蛋黃果嘅總酚含量係達到3.8%。咁總黃酮含量甚至高達7.6%㗎。咁呢兩個數值咧喺8種熱帶水果中係最高嘅。咁蛋黃果嘅肉質橙黃色，含有豐富嘅類胡蘿蔔素啦。咁呢種成分可以喺體內轉化為維生素 A 嘅，對維持眼睛同埋皮膚健康都好有幫助。另外咧，蛋黃果食起嚟咧係幾甜嘅，呢個同佢本身嘅糖含量係密切相關嘅。咁一般嚟講咧，總糖含量大概係每100克15到20克之間。相比之下咧，我哋平時食嘅普通蘋果咧，佢嘅糖含量咧，大約淨係得10%左右嘅啫。另外咧，就算我哋同呢個糖心蘋果相比啊，佢個糖含量淨係得16%左右啫。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啊，咁蛋黃果嘅熱量高唔高咧？咁糖尿病人可唔可以食咧？咁蛋黃果嘅熱量一般係比較高嘅。咁蛋黃果係一種熱帶嘅水果啦，含有一定量嘅糖分、澱粉、維生素同埋鈣、磷、鐵咁呢啲營養元素啦。同時含有我哋大家必須嘅多種氨基酸啦。適當咁食蛋黃果咧，可以補充我哋體內咧所需要嘅營養。咁蛋黃果嘅營養豐富，但係熱量方面咧，蛋黃果都唔低嘅。100克咧大約為129千卡至140千卡之間。咁呢個數字咧，幾乎可以講得上榴蓮㗎。咁榴蓮大概係每100克係有呢個150千卡。咁綜合嚟講咧，蛋黃果嘅營養價值係比較高嘅，維生素啦、膳食纖維啦、抗氧化嘅成分都好豐富。但畢竟佢係一個
高糖嘅高熱量嘅水果啊，因為蛋黃果嘅熱量偏高，所以係唔建議咧減肥嘅朋友過多咁食用。咁如果減肥嘅朋友食用過多嘅蛋黃果咧，可能會導致呢個熱量攝入過多，影響減肥嘅效果。但係如果係參加一啲高強度嘅體力勞動嘅時候咧，出現一啲飢餓嘅情況咧，可以適當食啲蛋黃果嚟補充我哋身體消耗嘅能量，但係都要避免一次性食太多。蛋黃果嘅富含膳食纖維，食咗過多咧，可能會加重我哋胃腸道負擔，引起一啲腹痛啊、腹脹，咁呢啲消化不良嘅症狀。另外咧，蛋黃果對於穩定期嘅糖尿病病人嚟講咧，係可以適量咁食用㗎。咁呢種熱帶水果雖然佢有糖分，但係其實佢含嘅膳食纖維啦、同埋維生素啦、同埋礦物質咧，都對呢個健康係有益嘅。關鍵係喺有啲朋友喺需要控制呢個食用量嘅時候咧，可以根據個人嘅血糖水平同埋醫生嘅建議嚟調整㗎。咁糖尿病咧係一種影響全球數百萬人嘅慢性疾病啦，嘅核心問題就係體內嘅胰島素分泌唔到啦，或者係佢嘅胰島素嘅作用起唔到作用啦，導致呢個血糖咧難以控制。所以咧，糖尿病人喺飲食上咧需要特別小心嘅，避免呢個血糖波動。咁我哋食用嘅時間咧，都係我哋有時糖尿病人咧需要關注嘅要點。我哋應該避免喺餐後即刻食用蛋黃果。餐後本身嘅血糖咧係處於一個上升嘅階段，咁呢個時候咧食用咧可能會使我哋嘅血糖咧進一步升高㗎，所以咧一般我哋都建議喺兩餐之間例如咧我哋上午10點左右啦，或者係我哋下午3到4點之間食用㗎。呢個時候血糖咧相對嚟講係一個較低嘅水平，我哋食用蛋黃果之後咧會引起呢個血糖波動嘅風險就會減少。另外咧，由於唔同人對食物嘅代謝反應係存在差異嘅，咁初次食用後咧，應該監察餐後2個小時嘅血糖，觀察佢自身嘅耐受嘅情況，再決定係咪繼續或者係調整呢個攝入量啦，了解自身對蛋黃果嘅血糖反應嘅。咁如果我哋食用後咧，呢個血糖升高得比較明顯，就要換其他糖量咁低、升糖指數咁低嘅水果啦。有啲朋友問謝醫生食用蛋黃果有乜嘢需要注意嘅咧？首先咧，未食透嘅蛋黃果千祈唔好急住食啦。我哋摸住個手感仲好硬嘅，未軟化過啲果咧，口感佢肯定食起嚟咧又澀又難食㗎。咁呢種差別咧係甚至比嗰啲未熟嘅柿子同埋熟嘅柿子之間仲要大。另外咧，蛋黃果嘅全株咧佢都會分泌一種白色嘅乳狀嘅汁液。咁呢種汁液咧好黏稠，有啲好似油漆咁，就會提煉出好似橡膠嘅物質，係有一定嘅經濟價值㗎。咁因為成熟嘅蛋黃果咧運輸起嚟咧就唔耐放，所以咧市面上賣嘅好多都係半熟嘅。買翻之嚟咧最好我哋要自己催熟㗎。咁催熟嘅好嘅辦法咧就係將蛋黃果同埋香蕉、蘋果放埋一齊，利用佢哋釋放呢個熱氣氣體咧，使呢個蛋黃果咧成熟。咁一般嚟講咧，2到3日咧就起到呢個軟化可以食嘅狀態啦。咁未熟嘅蛋黃果咧，又可以直接放喺室溫之下靜止放埋一段時間，自然就會變軟變成熟㗎。我哋用手捏一捏呢個果，感覺整體變黃而且係變軟嘅時候咧，就講明可以食啦，口感會更加好。同時咧，蛋黃果咧佢含有唔少嘅水溶性嘅膳食纖維，尤其係果膠。咁呢個係對促進呢個胃腸蠕動咧係有幫助嘅。不過咧，腸胃功能比較弱嘅朋友食多咗，可能都會引起呢個腸胃蠕動紊亂，甚至係造成腹瀉等不良嘅一個反應㗎。所以咧，食蛋黃果一定要注意適量。咁對嬰幼兒嚟講咧，蛋黃果咧佢更加要慎重啦。咁年齡太細嘅嬰幼兒咧，最好就唔好食啦，因為佢哋嘅消化系統咧唔係咁成熟，佢就容易出現呢個消化不良啦、嘔吐或者腹瀉嘅情況。咁稍為大一呢個兒童咧，可以適量咁嘗試，但係都唔好食太多，以免造成腸胃造成負擔㗎。另外咧，需要注意嘅即係咧，蛋黃果嘅果核咧，佢含有一種天然嘅毒性嘅成分，所以咧果核部分一定唔好食用啦，避免帶嚟健康嘅風險。總之咧，我哋享受蛋黃果嘅美味嘅時候咧，種子一部分一定要去除乾淨㗎。咁多謝大家。